林婉儿见安承熙仍有顾虑，忍不住问叶夫人，难道孟长生还有办法离开血湖地狱？安承熙摇摇头，据那位道长所说，孟长生冰解之后的元神离不开血湖地狱半步，可晚辈还是难免担忧。孟长生筹划几百年的事情，想来他不该让自己这般被动，我怕他还另有杀招。林婉儿忽然想到什么，问他，叶夫人，小女子送给公子的那枚戒指，不会有什么古怪吧？万一他能把公子传送到10万大山怎么办？安承熙说，应该不会，如果他有古怪，第一次就不可能救了晨儿的命。说着，安承熙又解释道，前辈，晚辈始终觉得那枚戒指的能力太过逆天，他能把一个活人直接传送到另一个人面前。既然具备了这个能力，那炼制这枚戒指的人完全可以炼制一个主动触发的戒指，然后随心所欲地把自己传送到任意地方。这哪是一个1000年寿命的修士所能打造出来的？孟长生要是有这等本事，恐怕早就找到延寿1500年的办法了。退一万步说，他根本不用费尽心思引诱晨儿去10万大山，他只要炼制出一件法器，让那法器与九玄天经一起流传出来，法器一旦遇到升龙阁的人，直接将人传送到10万大山供他夺舍，一切不就简单多了？林婉儿瞬间恍悟，赞同地说，叶夫人说得很有道理，戒指能将活人传送至千里之外，这等能耐属实不敢想象。那这应该不是孟长生自己炼制的法器，很可能是他机缘巧合偶然得到的，而且他自己恐怕都不知道这戒指有传送的功效，否则他既然已经决定要夺舍重生，这等法宝自然要留给自己重生之后使用。安承熙问他，前辈的父亲有没有提及过孟长生当年的遗产？遗产？林婉儿皱了皱眉，说，家父提及过那孟长生有许多神奇法器，大都被孟长生留在他自己的密室里了，家父没动过这个念头，所以在为他料理完后事之后，并没有想过寻找。安承熙点点头，孟长生修炼1000年，丹药法器必定无数，但前辈的父亲和吴飞燕一共只得到2颗万古长青丹和1枚戒指，想来这些东西对孟长生来说都无关紧要。他若知道这戒指如此神奇，绝不会把它送给您父亲。林婉儿感叹，这么推演看来，戒指应该是实力更强的修士所炼制，师尊机缘巧合下得到，但并没有参透它的功效。说到这，他皱眉嘀咕，他跟家父说起，这戒指中有活到1000年的奥秘，或许当年他就是从这枚戒指里得到了百转千回丹的丹方，实现了500年阳寿到1000年阳寿的突破。在那之后，他一直在10万大山闭关，从未遇到什么真正的危险，所以也没有机会探索出这枚戒指更多的秘密。安承熙赞同地说，前辈的这番分析，晚辈觉得非常有可能，孟长生偶然得到戒指，从中得到丹方便以为戒指没了功效，而他早就炼制出了万古长青丹，那丹药对他来说，就算剩下再多也没意义，拿出来送给您父亲和吴飞燕，对他来说，就像一个成年人给2个孩子一人1颗糖豆一般简单。丹药成了无用的垃圾，戒指也成了无用的鸡肋，索性就留给您父亲和吴飞燕了。林婉儿苦笑，现在看来，他不仅为人恶毒残忍，而且还大概率是个守财奴。言罢，他摆摆手，笑道，无所谓了，只要戒指对公子没有危害，那便足够了。安承熙点点头，笑着道，只能说一切都是因缘际会，他把戒指留给您父亲，是他对这位弟子的一点善心，他把九玄经序和九玄天经流传出来，则是他对自己重生的一步大棋。就像一个杀手出门暗杀目标之前，在门口看到摔倒的孩子，顺手搀扶一把，接着就拿出枪来连杀数人。那孩子和他杀掉的目标之间，在他个人层面是2个独立的个体，没有主观上的联系。顿了顿，安承熙又道，
还请前辈多多提醒晨儿，一定要想办法研究一下那枚戒指究竟还有多少奥秘。夫人放心，小女子一定会时常提醒公子。林婉儿不假思索地答应下来，随后又问叶夫人，您说的那位道长究竟是什么身份？安承熙摇头说道，晚辈也不知道，他只是忽然出现提醒了晚辈，并未透露什么有用的信息。不过他倒是跟晚辈说起过，他之所以留在10万大山，就是想寻找一个方法，破掉那个罪孽深重的血湖地狱阵法。林婉儿有些欣慰地说，这也算是公子一个潜在的盟友了，说不定将来也能为公子提供一些帮助。是的，安承熙说，或许某一日，晨儿也能得到他的点拨。林婉儿点点头，看了看时间，便开口道，叶夫人，时间不早了，小女子也该准备返程了。一个小姑娘进来里面这么久，若是有人有心留意，怕是会察觉端倪。说着，林婉儿又自嘲地笑了笑，说，小女子总是这般胆小谨慎，让叶夫人笑话了。安承熙一点也不觉得林婉儿胆小，反而非常认真地说，前辈所言甚是，万事都不可大意，无数人的毕生事业都毁在1、2次马虎大意上，前辈孤身一人，能让吴飞燕苦苦寻觅300余年都未能如愿，但这一点就让晚辈五体投地。今日能与前辈面对面坦诚相待，也是晚辈3生有幸。林婉儿微微一笑，缓缓起身，浅浅施礼道，叶夫人过奖了。安承熙以及周围几人见林婉儿起身，也都赶紧站起身来，一脸的恭敬。而安承熙则鼓起勇气对林婉儿说，前辈，晚辈还有一事相求，还望前辈成全。林婉儿点点头，叶夫人请说。安承熙毕恭毕敬地说，如今晚辈还无法与晨儿以及家人相见，希望在晚辈没和晨儿相认之前，前辈都不要对晨儿提起我们见面的事情。林婉儿不假思索地答应下来，道，叶夫人放心，同是躲了很久的人，叶夫人的心情，小女子感同身受，绝不会向公子透露半字。林婉儿知道，亲情在很多时候会影响一个人的理智和判断，对安承熙来说是如此，对叶晨来说更是这样。这么多年来，他抚养过那么多孩子，与其中大多数人都有着母子一般的感情，但他从不说，也从不表现，永远在心里与这些孩子保持距离，而且几百年来都与他们保持古代家主与奴婢之间的尊卑。饶是老张、老孙、邱英山这些年入耄耋的老者，在他面前依旧要毕恭毕敬地叫声小姐，这是林婉儿给他们立的规矩，也是林婉儿给他们和自己之间保留的安全距离。听到林婉儿这么爽快的答应，松了口气的同时，也心怀感激。他向着林婉儿躬身行礼，认真且恭敬地说，谢谢前辈成全。林婉儿笑笑，感叹道，先前小女子为公子卜了一卦，卦象显示半生半死，且生门死门皆由一人掌控。小女子一直想不通这个人到底是谁，今日才知道，原来这个人便是小女子自己。小女子来之前还在犹豫是否把分析的结果告知公子，但小女子犹豫再三，还是决定先来一探究竟。现在看来，小女子在那一步就选了死门。安承熙不由感叹，前辈运筹帷幄，智慧过人，晚辈若是能与前辈结为盟友，一起暗中帮助晨儿，对晨儿来说一定大有裨益，不知前辈意下如何？林婉儿没有明确回答，而是笑道，与叶夫人聊了这么多，小女子已然回不了头了，若公子将来知道一切，怪罪下来，只求夫人帮小女子说上几句好话，莫让公子记恨小女子便是。安承熙立刻明悟，也瞬间读懂了林婉儿的心思。在林婉儿心里，吴飞燕的死活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，她现在关心的只有叶晨，其他的其实什么都无所谓。她这一刻的心中可谓百感交集，复杂无比。但她很快回过神来，感激地说，谢谢前辈成全。
那晚辈便与前辈互留一个联系方式，将来有任何事都可以互通有无。说着，安承熙掏出一台手机，对林婉儿说：“前辈，晚辈为了规避风险，手机的前后摄像头以及麦克风全都拆除了，负责定位的 GPS 模块也都拆掉了，没办法语音和视频通话，但可以文字沟通。”好，林婉儿微笑道：“夫人还是与小女子约定个暗号吧，比如用什么来代表公子，什么来代表吴飞燕和破清会。”安承熙笑着说：“这个还是前辈来想吧。”林婉儿玩心大作，笑着说：“那小女子回去之后，便差人买一只猫回院里养着，猫就唤作小小。夫人与小女子聊起小小，便是聊及公子。破清会便是紫金山庄附近盘踞的流浪猫大部队，吴飞燕便唤作黑灵王好了。”黑灵王？安承熙瞪大眼睛，惊讶地问：“该不会是晨儿小时看过的一部动画片里的角色吧？好像是一只很坏的猫。”“没错。”林婉儿点头笑道，“就是那个总戴着一顶八角帽的坏猫。”安承熙不由笑出声来，看向林婉儿的眼神竟多了几分慈爱。这一刻，智多近妖的林婉儿，在他的眼里，真的变成了一个古灵精怪的小女孩。